我离家那日，院里的那棵海棠树一夜枯死，众人都说我是灾星，克死了家里的风水。而10年后，我在踏入家门的那一刻，那棵枯死10年的海棠树，竟在寒冬腊月里瞬间开满了繁花，香气飘满整个上京城，引得百鸟朝凤。所有人都惊叹这是神迹，只有我知道，这是我外泄的一丝灵气罢了。只因10年前我意外落水，在众目睽睽下被顾沧州救起，我名声受损，国公府不仅无意接亲，还对我大加嘲讽。苏家女不知廉耻，我顾家绝不会让这等女子成为当家主母。父母恐我受罪，把我送到青州避难，哪知我因祸得福，偶遇师尊。10年后，我修为大成，算出家中有难，我辞别师尊，踏上了回往燕都的马车。我离家10年，刚回到家，兄长苏景言立刻放下公务赶来。小妹，你……兄长很想说一声你受苦了，但看见我洁白的脸庞，明亮的双眼，发丝乌黑，跟离家时没有一点变化，岁月似乎没有在我脸上留下任何痕迹。这句话他怎么也说不出口啊！兄长可好？爹娘可好？当初我意外落水，与顾世子有肌肤之亲，众人皆以为我是故意为之，目的是为了嫁入顾家。父母相信我绝不会做这样的事，本想亲自上门，舔着老脸为我求一道出路，但没想到顾夫人在郡主的赏花宴上明言，我顾家绝不会允许心思深沉的女子进门，苏家女若知廉耻，就该绞了头发去做姑子。母亲得知，再生气也无事于补，我的名声彻底毁了。父母怕我被逼死，送我到青州避难。到了青州，遇到师尊，我才知道这是我的机缘。我当时落水，实际是被深藏湖底的灵珠认住。师尊告诉我，有了灵珠，我修行速度不输宗门天才。10年后，我修为大成，却算出苏家有灭族之祸，但我无论如何推算，都找不到具体的祸端。于是我决定回京亲手解决。只是多年未见兄长，他已经生了白发，今日一见，我早已沉寂的内心也不由触动。但兄长还未开口，站在一边的嫂嫂崔静兰紧忙拉住我的手，亲近道：父亲，母亲现在在温泉庄子上居住，清河这是要在家住几天呀？嫂子好给你准备。我一下就明白了他的意思。我离家时，兄长还未成婚，但我的事闹得极大，燕京无人不知。崔静兰是要我这个名声不好的苏家女儿赶紧回青州去，不要扰乱他们的生活。我浅浅一笑，并不恼怒，他有他的担心。清河拜见嫂嫂，说家里不嫌弃，清河就在家中住下了。我笑道。崔静兰脸色微变，双手紧扣，笑得勉强。是吗？挺好的。兄长十分高兴。小妹，你还是住以前的海棠院。如今女儿们住在哪儿？你糊涂了。我本想拒绝兄长的好意，但听到崔静兰的话，我立刻答应下来。我还没见过侄女们，我跟他们住在一起，正好方便照顾侄女们。我算出苏家的灾祸跟我的2个小侄女有一丝联系，和他们一起住，方便我观察。兄长见我如此说，没有不答应的道理。反观嫂嫂，在用晚膳时都挎着一张脸，倒是2个小侄女对我态度不一样。大侄女苏婵月性格恬静，对我十分恭敬；二侄女苏流莹性子活泼，一直好奇盯着我。回到海棠院，我抬眸一看，离家时的海棠树居然还在原来的位置。祖母说这棵树是姑姑种下的，所以不许我们挪动。大侄女向我解释道。我颔首，眼眶突然有些酸涩。姑姑今日在我房中休息吧，明日婵月就派人把姑姑的住处整理好。我点了点头。我如今对住处没有很大的要求，跟着师尊连树底下都睡过。一连几日，我都在研究苏家之祸，但始终看不破。我也仔细观察2个侄女的行迹，与普通的官家女子没什么两样。这期间，我去温泉庄子看望父母，好在爹娘身体康健。我从庄子上回来时，崔静兰正叫人为2个侄女挑新衣。明日就是长公主的赏花宴了，赶紧给小姐们准备好。我一听，脚步停下，感到心神不宁。我拐个弯进了内室，我扫视一圈，竟然发现婵月有场死结。明日的宴会，嫂嫂定要带上我。我没等崔静兰拒绝，先行一步回到自己的房间。隔日，我毫不在意崔静兰刀子般的眼神，施然跟着他们前往长公主府。只是我一露面，所有人都想起来10年前的旧事，有几人立刻朝我靠近。苏清河，你还敢回来？当初像狗一样逃出上京，我该一辈子在那穷乡僻壤待到死。我定睛一看，半晌后才从这人的脸上看出几分熟悉。赵嫣然，原来是你！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怎么一点长进都无？我无奈笑道。赵嫣然自小就与我不对付，当初我被顾世子救起，她更是气得对我咒骂，当然我也骂回去了。赵嫣然顿时脸色铁青，她身边立刻有人为她辩经。苏清河
和你不知廉耻，还敢顶撞侯夫人，你怕是到现在都没嫁出去吧？周围人立即讥笑出声。我皱眉看向赵嫣然，缓和下来的脸，疑惑道：“侯夫人，你没嫁给顾沧州？”赵嫣然爱慕沈世子，顾沧州上京，无人不知，不然当初他也不会如此敌视我。刚出了一口气的赵嫣然顿时脸涨得通红。你，他指着我，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我一脸无辜，真是随口一问，怎么年纪大了？赵嫣然气性更大了。夫人何必与这贱人置气？反正今日有人治他，妾早就得到消息，三皇子和三公主也会来参加长公主的赏花宴。到那时，那人没有往下说，而是讥笑看着我。我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里，转头去寻大侄女苏婵月。皇子公主在我眼里也不过是凡人罢了。在出门前，我特意在婵月身上施了跟踪符，我手指微动，捏了一个法诀，很快我便能感受到婵月的位置。我快速朝着她所在的地方走去。到达婵月所在的位置时，我清晰听到她害怕的声音：“不要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！我母亲可是长公主，本郡王肯要你，是你的福气。”我听到这，顿时怒从心起，一脚踢开房门，怒视那个猪狗不如的郡王。他是长公主唯一的儿子，靖安郡王裴灵虚。婵月见到我来，努力憋着的眼泪瞬间流下。姑姑，婵月惊呼出声，我把婵月拉至我身后，死死盯着那裴灵虚，厉声质问：“你要对我家婵月做什么？”婵月双手紧紧抓着我的衣服，身体不停地颤抖。郡王肯宠幸她，是他的福气。见你也有几分姿色，不如你也来侍奉本王如何？他对我露出淫笑，一步步朝我逼近。我嘴角勾起，一巴掌把裴灵虚打飞3米远。他从地上爬起来，嘴里吐出一大口血，眼里原本的旖旎全都消失不见。你想干什么？裴灵虚颤抖着声音问我。我抽出一把剑，缓慢向他靠近。裴灵虚不停尖叫，但他为了强占苏婵月，早就把周围的仆人全部赶走。此刻根本没人会来救他。我警告你，我可是靖安郡王，我母亲是长公主，我要是有事，你们苏家全家都要陪葬。婵月上前抓住我的衣袖，声音沙哑：“姑姑，算了，我们斗不过他们的。放心。”我看着婵月的眼，一字一句道。接着我一剑刺入裴灵虚双腿之间，裴灵虚顿时大声惨叫：“我要杀了你，杀了你！”我蹲在身，掐住他的脖子：“你害过不少人吧？”裴灵虚全身颤抖，眼里毫无悔意：“那又怎样？本郡王宠幸他们是他们的福气，哪知道就这点小事就要死要活的。”我冷笑：“小事。”我松开裴灵虚，一脚把他踩晕。我随手捏绝裴灵虚，收入衣袖里。姑姑，婵月呆滞看着我，刚刚发生的事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。我拿出一颗安神药，示意他吃下。苏婵月很快平静下来。我简单告诉他，我是修道之人，这件事你先不要告诉其他人。婵月猛地点头，指天发誓绝不告诉他人。随后我带着婵月重新回到宴席，远远便听到有人提起我：“崔夫人，怎么不见清河妹妹？长公主殿下和2位殿下可都到了。”赵嫣然的声音立即把所有人的目光吸引到崔静兰身上。崔静兰在心里大骂赵嫣然，但面上却不能冷脸。崔静兰还未说完，三公主就拍案而起，盯着赵嫣然问：“你说的可是苏清河10年前离开上京的那个？”“是的，公主殿下，臣妇几人刚刚还见到她了，清河妹妹一点没变呢。”赵嫣然说这话时咬牙切齿，她这时才想起苏清河的容貌竟然毫无变化。三皇子萧承渊怒道：“他还敢回来？今日本皇子定要他滚回青州！”赵嫣然紧扣的手听到三皇子的话才松懈下来。上京无人不知，淑妃娘娘厌恶苏清河，只因顾沧州是她唯一的胞弟。她认为顾沧州迟迟没有成婚，就是因为当初我的算计，害得顾沧州不愿成婚。若不是我灰溜溜离开上京，他也不会善罢甘休。三皇子和三公主是淑妃之子，自然跟他们的母亲一样不悦我的出现。我摸了摸鼻子，自知不能让崔静兰一个人顶着压力。嫂嫂抱歉，清河来迟了。我带着婵月施施然进入宴厅，众人的目光立即落在我身上，无人注意到三公主和三皇子看到我怔住的神情。这时迟迟没有出声的长公主忽然开口：“你就是那个苏家女。”我转身朝宴席上最尊贵的3人行礼：“臣女苏清河拜见3位殿下。”长公主的眸子落在我身上，她也还记得当初的事，她认为我并无什么错处，只是淑妃强势，三皇子也很有可能是未来的天子，她不能不给他们面子。苏家女不懂礼数，来人，把她赶出公主府。长公主丝毫不给我说话的机会，让人把我带走。哪知三皇子一脚踢飞来抓我的侍从，我看谁敢！三公主也护在我身前。
谁敢伤害我姐姐？众人被这一幕惊掉了下巴，只有禅月一脸平静。她姑姑可是仙人。我疑惑看着挡在我身前的两人，仔细一看，这才认出他们是我在回京路上救起的一对兄妹。长公主的赏花宴在闹剧中结束，赵嫣然当场昏厥，长公主脸色微青，而三公主和三皇子不停围着我转，直到坐上回府的马车。崔静兰还处在震惊中，而我则是叹了一口气，总算摆脱了那两个小孩。回府后，崔静兰终于平静下来，她问：清河，你真的救了公主和皇子？我点了点头，简单讲述了经过。我在救他们时，并不知晓他们的身份。嫂嫂，这件事是小事，禅月的事才是大事。我眼神示意，让禅月自己说。崔静兰和刘莹本来还在疑惑禅月能有什么事，直到禅月说完，他们二人均变了脸色。崔静兰抱着禅月大哭，刘莹更是说要打上公主府去。我一手牵制住刘莹，让她无法动弹。这件事情嫂嫂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，定不让禅月受委屈。崔静兰擦干眼泪，朝我跪下。多谢你救了禅月，之前是我不好，嫌弃你拖累苏家，现如今竟是我错了。我扶起崔静兰，我明白嫂嫂不是真的不喜欢我，只是你有2个女儿，得为她们考虑。我让她们姐妹扶起崔静兰，我有事处理，你们照顾好你们母亲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去，随手捏了一个法诀，掩盖身形，来到上京最大的青楼。1个月后，失踪的靖安郡王被人发现死在青楼，长公主得到消息，哭到皇上面前。皇兄，我就这一个孩子。皇上脸色铁青，一个郡王死在青楼，皇家脸面都丢尽了，但他又不能不管，只能派人去查，但结果却让所有人震惊。晚死陪灵虚的居然是4皇子萧寒章，他们2人是一丘之貉，以往仗着权势，专门对小官家的姑娘下手，强迫他们得手后再无情丢弃，很多无辜的女子因此丧命，被他们的亲人亲手处理掉。结果裴灵虚死在4皇子手上。得知这个消息，长公主晕死在皇宫，皇上脸色阴沉，他封锁消息，不准任何人传出去1个字。几日后，4皇子无故遭到皇上厌弃，幽禁在府，无诏不得出。姑姑，听说4皇子疯了。禅月沏了一杯茶，端到我手中，我看着他探究的目光，微微一笑。人各有命，但这湖面风景不可辜负。刘莹毫不知情，连连点头。是啊是啊，娘亲好不容易让我们来游湖的，别提那些事了。我靠在船上往外看去，调动内息，安抚躁动的珠子。当日我就是在这里落水，也是在这里遇见了顾沧州。我放下茶杯，拿出从师尊那里顺来的好酒，一口口往嘴里灌。突然眼前浮现一张俊俏如白玉般的脸。顾沧州。片刻后我惊醒，起身正好对上顾沧州的双眼。他怎么回来了？听说顾沧州这10年都在边关，从未回过上京。顾沧州见到是我，微微一愣，随即勾唇一笑。好久不见。我按下浮动的心，瞧见他身侧站着位美人，顿时明白几分。我朝他们行了一礼，便转身进了船舱，直到2艘船缓缓远离，我也没再出现。回到家中，崔静兰抓住我和2个侄女量体裁衣，我这才知晓，原来顾沧州回来是因为我们和突厥的战争打赢了，突厥投降，对我朝俯首称臣，特派使者前来议和。皇上要办庆功宴，向突厥展示我朝国威。而顾沧州回京，还带回一个女子的消息，瞬间传遍上京。那名女子名叫白素问，是顾沧州的救命恩人。顾沧州见她无依无靠，才带回上京，但所有人都知道，这不过是说辞罢了。如果没有意外，白素问将是国公府未来的主母。时间飞逝，很快到了宫宴这天，我跟着崔静兰进入皇宫，高大巍峨的宫殿气势压人。我忽然灵光一闪，难道我迟迟算不出苏家的灭门之祸是因为涉及皇室？我脚步紧紧跟着崔静兰，内心思索万千，能让苏家覆灭的灾祸只有夺嫡之争。太子早夭，皇上在太子死后没有再立太子，2皇子离京叛道，4皇子已经疯了，3皇子最得圣心。苏小姐，一道声音从前方传来，打断我的思绪。我抬头一看，正是顾沧州。我疑惑看着他，不明所以。此刻公道上全是正在进宫的贵女夫人，都惊诧往我和顾沧州身上瞧。顾沧州缓缓靠近，在我疑惑到目光中说道：可否借一步说话？我倒是不在意，只是崔静兰挡在我面前，脸色微冷。抱歉，顾世子，这不合礼数。说完也不管周围人的反应，拉着我
和2个侄女往宫内走去。走远后，刘盈忍不住嘀咕：那顾世子好不要脸，当年那样对姑姑，如今还厚颜无耻，请姑姑与他单独见面。你放心，就算顾家权势滔天，我们也不能由着他欺负你。我抬眸看了看这3人，会心一笑。说实话，不怨恨顾沧州是不可能的。当初我被所有人嘲笑的时候，对整个世界充满恨意，恨为什么是我落水，恨顾沧州为何救我，恨他为什么不娶我，恨自己身份低微。但那些恨早就随着时间风吹云散。我也是后来才知道，当初顾沧州已经准备向我提亲，但当时他要离京处理一件紧急事务，于是请求顾夫人来苏家提亲。但顾夫人如何看得上我，在顾沧州离京后立即翻脸。顾沧州回来后，我已经前往青州，他也是那时自请前往边关，抵御突厥整整10年。好了，事情都过去了，错不在顾世子，只是世间对女子严苛了些。我安抚这3人说。崔静兰见我一脸淡然，也放下心来。她最怕她这小姑子钻牛角尖，与顾沧州纠缠，最后伤心的只会是我。我入殿后，众人的目光有意无意打量着我和白素问，凡人的低语在我耳中十分清晰。刚刚顾世子的举动，不会是喜欢苏清河吧？我母亲跟顾老夫人是表姊妹，听说当初顾世子是准备向苏家提亲的，这一对白姑娘的容貌居然比不过苏清河，你懂什么？白姑娘与顾世子是患难之情，其实苏清河那等心机深沉的人比得了的。我听着这些人的话语，无奈一笑，这都什么跟什么。不过很快，整个宫殿安静下来，一道尖细的声音响起：皇上驾到，皇后驾到，淑妃驾到。我跟随其他人一起俯身下跪。突厥使臣虽不情愿，但也无可奈何。一曲歌舞结束，突厥使臣满脸不屑：陛下，我国勇士一直仰慕贵国的顾将，不知能否与将军比试一场？突厥使臣态度诚恳，请求皇上。顿时众人的目光全部集中在顾沧州身上。淑妃脸色僵硬：陛下，顾沧州他……皇上睨了淑妃一眼，淑妃不得不吞下后面的话：哼，本王子还以为打败我突厥的顾将军战无不胜，结果连一场小小的比试都不敢。他话音一落，在场的人全部凝重起来。白素问此刻也神色焦急，但顾沧州本人却丝毫没有任何惊慌。其他人不知，但我却早已经看出来，顾沧州此刻身受重伤，他若不战，有损国威；他若输了，会增长突厥气势，皇上也容不下他。顾沧州只能赢，但这样他离死也不远了。我叹了一口气，站了起来。臣女早听闻突厥勇士神威，今日臣女自请一战。我的声音穿透了大殿，所有人不可置信地盯着我。他疯了吧？想送死吗？那位满眼不屑的突厥王子笑了出来。一个小小女子也敢挑战我，贵国当真无人可用了。顾沧州立即起身，但还没等他说话，我立即说：莫不是突厥勇士怕了我这个闺阁女子，不敢应战？我毫不畏惧，直视突厥王子。三公主萧灵溪见我站出来，极度兴奋，对着突厥王子不屑道：我看你是怕我家林姐姐早点投降，不至于太丢脸。三皇子也点头附和，一脸你输定了的表情。淑妃听到他一双儿女的话，着急抬眸去看皇上的神色，见皇上赞许地看着我，半悬着的心才落下来。突厥王子把酒杯重重摔在地上，脸涨得通红，胸腔不停起伏。陛下，请准许我们的比试。陛下，臣女请战。皇上大手一挥，准许比试。突厥王子站上比武台，恶狠狠地盯着我。我要你死！我拿着一根木棍，笑着站在他的对面。顾沧州眉头紧锁，一眼不眨地看着我。崔静兰和刘盈吓得身体僵硬，甚至有几名女子闭上眼，不敢看我的惨状。只有三公主和三皇子在为我喝彩，婵月则是坦然坐在原地，不紧不慢抿了一口茶水。下一秒，突厥王子一拳直击我的命门，我伸出纤细的手掌阻挡，他脸上的笑立即僵持住。他发现动不了了，我扬起手中的木棍，一击把他摁倒地面。突厥王子嘴角吐出血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他想爬起来，但发现好像有1000斤重的东西压在他身上一样，他根本无法动弹。他看着我纤细的手和一根普通的木棍，信仰瞬间崩塌。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居然输给了一个女人。我收回木棍，一脚把人踹下比武台。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，我缓慢走上前。陛下，臣女不辱使命。好，不愧是我国女郎，巾帼不让须眉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皇上龙颜大悦。我抬眸看向顾沧州，他刚刚紧绷的身躯已经放松下来，淑妃却立即紧张起来。她可早就认出来，我就是那个该死的苏清河。我展颜一笑，臣女喜爱金银，皇上赏臣女黄金万两可好？皇上狐疑，众人错愕，连不苟言笑的皇后都露出笑颜。你这孩子倒是有趣，
陛下就赏他吧。皇上看着皇后的笑容，呆愣片刻，立即答应我的请求，看向我的目光更加顺眼。姑姑，你还是不见顾世子吗？禅月把顾府的拜帖送到我手中，院内桂花盛开，满园清香。我看着桌案上一堆的拜帖，头好像又开始痛了。自从3个月前我替顾沧州挡下一劫，他便开始给我下帖子，但我这么做实则是为了10年前的救命之恩，哪知他居然对我表明心意，我吓得不敢再见他。禅月欲言欲止，但最后决定告诉我，这次是白姑娘想见姑姑一面。我苦笑，顿时明白禅月的意思。白素问我是躲不过去，必须要见的。护国寺竹林亭中，白素问早已在那等候我，对他我是十分敬重的。他是医者，救了无数人性命，所以我率先行了一礼。白素问见我如此，眼神复杂，请不必如此，我只是一个民女，受不起你们这些贵女的礼。白素问一介医女，在贵族遍地的上京，自然不好受。白姑娘要见我，是为了顾世子吗？我问。白素问显然没想到我如此直接，愣怔片刻，点了点头，坚定道：苏小姐，我是真心喜欢顾沧州的。你要我做什么？请你离顾沧州远远的，不要再见他。我顿时明白白素问是要我离开上京，断绝顾沧州的心思，但我现在还不能答应。现在不行，等我做完我要做的事，自然会离开。白素问垂下眸，眸色暗淡。那对不起了，苏姑娘。下一秒，白素问重重跌倒在地，破碎的茶杯刺破了她的手指。我感觉到身后有人偷袭，立刻闪身躲避，转身一看，竟然是赵嫣然几人，还有顾沧州和几位将军世子。顾沧州立刻来到白素问身边，轻轻把她扶起。苏清河，没想到你如此恶毒，竟然对白神医下手。沧州，没关系，苏姑娘不是故意的，是我身份卑微，不配住在国公府。白素问话音一落，众人都对我投来鄙夷的目光，一位年轻小将更是愤愤不平。白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对我们都有救命之恩，她怎么与你相比？不管你是谁，今日必须给白姐姐道歉。这位姑娘，若你不道歉，不要怪我们无礼了。白素问身后几人气势十足，敌视着我，他们皆是在战场上跟随顾沧州打赢突厥的功臣。若是寻常闺阁女子，被他们这样看着，早就被吓到。但他们1个月前才回京，根本不知道我打败突厥王子的事，所以没注意有几人目光复杂看着他们，淡然一笑，盯着顾沧州。如果我不道歉呢？顾沧州定定看着我。是你推的素问吗？白素问脸上闪过一丝慌张，我内心薄笑，是我推的，谁叫她只是一个民女呢？我可是官家贵女。白素问瞳孔放大，不可置信我会配合他。那位少年将军陆远霄见我承认，上来便要对我动手。我正要出手，身后传来一声娇喝：本公主看谁敢！三公主带着侍卫挡在我面前。公主又如何？放肆！陆远霄！顾沧州狠狠盯着那少年将军，也就是他所称呼的陆远霄。陆远霄不敢言语，但仍旧不服。公主恕罪，素问受伤，沧州先行一步。说完，顾沧州不再看我一眼，带着白素问等人离开。三公主见顾沧州离开，立刻扑到我身上。林姐姐，我接住三公主。你不怕顾沧州吗？他可是你舅舅。三公主瘪了瘪嘴。我才不怕，大不了回去受罚，而且舅舅是非不分，他也有错。听到三公主这句话，本来要离开的几个世子贵女放慢了脚步。我疑惑问：为什么这么说？要是林姐姐你动手推的白素问，她哪能好端端站着，没死就不错了。我闻言放下三公主，面无表情离开。这几人听到三公主的解释，联想到我一脚突厥王子踢下台的场景，觉得甚是有理。我没有离开护国寺，而是来到静安大师的禅房。他是师尊的友人，如今已经是一国高僧。他见到我没有惊讶，而是给我煮了一杯茶。施主不是世俗中人。静安大师一眼道破我的身份。我抿了一口茶水，眉头紧锁，迅速放下茶杯。好苦。我受师尊所托，前来拜见大师。静安大师一愣，随即了然看我一眼。原来是故人的弟子，师尊可还好？我拿出师尊让我交托给静安大师的佛经，回道：师尊一切安好，这是师尊让我交与大师的。师尊曾经许诺，要是在游历途中见到佛家宝物，便来送给静安大师。静安大师没有推辞，接下我手中的东西。我起身告退，大师叫住我：苏家的灾祸与贵府二小姐的情缘有关，施主回去吧。我回头看向静安大师，但他已经闭眼不再言语。我回到家中，禅月哭着朝我跑来：姑，救命！刘盈要被爹娘打死了。我急忙赶到祠堂，拦下打在刘盈身上的戒尺。兄长这是做什么？要打死刘盈吗？兄长丢掉戒尺，怒道：自己问他做了什么。刘盈双眼通红，但神情倔强。女儿不觉得自己有错，我与心爱之人两情相悦，无错。崔静兰神情崩溃：你还未成婚就怀孕，
孕了，你叫你姐姐怎么办？禅月赶紧扶住他母亲。我听到此处搭上刘莹的脉，确实是怀孕了。我把刘莹拉起来，这不是什么大事，兄长何必动这么大的气？听到我的话，禅月眼前一亮，姑姑有办法。我还未说话，就有下人来报，七皇子驾临。七皇子生母身份低微，在宫中是一个透明的存在。刘莹听到七皇子来了，眼中闪烁着光芒，看来刘莹的这个情缘就是七皇子。果然，七皇子前来就是来求娶刘莹的，而我此时也终于推算出苏家灭族的原因。3年后，七皇子登基，把苏家满门抄斩，而现在他需要一个出身不高的妻子，让皇上和其他皇子对他放心，所以才选中了刘莹。但他心中早已经有白月光，是陪在他身边的宫女。在七皇子夺嫡成功后，他封那名宫女为后，新后嫉妒刘莹曾经是七皇子妃，为讨新后欢心，七皇子杀了整个苏家泄愤，脸上笑得越灿烂。七皇子殿下来提亲，皇上可知晓？七皇子十分坦然，我先来苏家，便是想取得苏大人和崔夫人的同意。若二老同意将刘莹许配给我，我立即去请父皇下旨。七皇子言辞恳切，除我以外，都觉得七皇子谦卑有礼。刘莹更是满心满眼都是他。我轻然一笑，眼底没有一丝温度。抱歉了，我们不同意。七皇子一愣，眼神变得锐利，还没等他反应，我一脚把他踹飞5米远。七皇子不可置信，咳出血来。你……我慢慢走到他面前，蹲下身在他耳边低语：你若是现在走，不杀你。七皇子看着我冰冷的眼神，心底越来越恐惧，这是他从来没有过的感觉。七皇子强撑着离开苏家，刘莹怨恨不解，兄长嫂嫂也是。姑姑为什么？刘莹崩溃大哭，朝我质问。我没有解释，而是抓住刘莹，御剑飞往皇宫。一瞬间，我就把刘莹带到了皇宫的一处宫殿。刘莹脸上还挂着泪痕，她呆愣愣地看着我，说不出一句话，拍了一下刘莹的脑袋，让她回神，然后指着一个身穿宫女服饰女子：知道她是谁吗？刘莹此时才发现，我把她带到七皇子的宫殿，而我指的那个女子就是七皇子的大宫女叶笙歌。姑姑，她有什么问题吗？刘莹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带她来见一个宫女，我冷笑：她就是七皇子最爱的人，心里永远的白月光。不信，七皇子不会骗我的。我没有反驳她，而是让她亲眼看到真相。正在挑拣茶叶的叶笙歌看见受伤的七皇子，满眼心疼，把他带回寝殿。殿下，是谁伤了你？苏清河不会放过苏家的。殿下还要娶苏刘莹吗？自然是要。叶笙歌带着哭腔：难道殿下真的喜欢上他了？苏家伤了你，你还要娶苏刘莹？七皇子把叶笙歌抱进怀里：笙歌，我对你的心你还不知吗？苏婵月只是我的一颗棋子，等到我登基，苏婵月任你处置。随后殿内传来旖旎的水声，刘莹此刻已经脸色惨白，眼中没有一丝色彩。我无奈把她带走，我明白她大受打击，但长痛不如短痛。孩子你想留吗？扑在我怀里放声大哭：姑姑，我错了，这个孩子我不要。我静静抱着她，等她平静下来才回到家。兄长和崔静兰已经冷静下来，禅月对他们解释了我如今的身份，我把在皇宫中的事情简单告诉他们。兄长和嫂嫂气愤不已，我开门见山道：我们绝不能与七皇子沾上关系。妹妹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崔静兰问。我说不能让七皇子登基。兄长了解我，一下明白我的意思。你要支持哪个皇子？3皇子。我道，我向兄长说明了我的计划。3日后，我带着刘莹离开上京，正好错过七皇子的求娶。1个月后，3皇子和3公主离开皇宫，前往江南游玩。我花了1年的时间教导他们3人，又花了1年的时间带着他们走遍世间。2年后，3皇子携带3皇子妃回到上京。令众人咂舌的是，3皇子妃居然出身淑妃娘娘最讨厌的苏家。我没有回京，而是带着3公主前去淮南王的封邸。2年的时间发生的许多事，比如白素温嫁给了顾沧州，成为顾家当家主母。七皇子也已经成婚，不过七皇子妃出身显贵，是淮南王的亲孙女。听闻是七皇子出宫时被他看上，直接去求了赐婚圣旨。而这位七皇子妃为人跋扈霸道，成婚第1日就当着七皇子的面把叶笙歌杖责。七皇子铁青着脸，什么都不敢说。3公主提到这里时十分幸灾乐祸。1年后，七皇子按照原本轨迹开始造反。我坐在淮南王府拨动茶杯，3公主站在我身侧。淮南王看着抵在他脖子上的利刃，什么动作都不敢做。七皇子信心满满，等待淮南王的支援，但直到3皇子把他抓住，淮南王始终没有出现。他的眼里充满绝望，这不可能。有个声音在告诉他，他是未来的皇上，他怎么可能
能失败，可事实就是如此。他输了。七皇子造反，3皇子护驾。皇上被救出后，下了3道旨意：一道赐死7皇子，一道禅位的旨意，一道让3皇子登基的旨意。再次回到上京，刘盈已经是皇后，苏家也避免了满门抄斩的命运。先帝在我的授意下，开始鼓励封赏做出巨大贡献的女子，提升女子的地位，其中也包括白素问。尘缘已了，我踏上离开上京的路，正巧遇见回来的顾沧州和白素问，他们俱是一愣，我微微一笑，御剑离开。